夏统领，来，我们喝了这杯酒，冰释前嫌，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。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样？我不相信，一笔勾销那么容易。我先自罚一杯，以表诚意。请吧，夏统领。看来夏统领是不想跟我和解呀。不用看了，酒里没毒。快说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明月小筑失火时，他跟郭淮在禁军的牙房喝酒。郭淮赶去明月小筑，王守忠说他赶到附近几个宫门查看。那又怎么样？明大人，你看，这是几个宫门的位置。学生说想看看皇宫全貌，让他带着在宫墙上走了一遍。学生测量了几个宫门的距离。夏怀敏说，王守忠与他前后脚到了明月小筑。王守忠就是骑着马跑完宫门，也不会与夏怀敏前后脚到达。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查看几个宫门。他说了谎，他的去向是个谜。张大人，我杀你是为了活命，迫不得已的，我给你赔罪。当年的事情也是迫不得已。张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张大人，怎么了？爹，夏怀敏，宁儿。中了你的毒箭，已经开始发作了。如果你真想和解，快给我解药。刚才我说过的话，一定作数。果然如此，我差点就上当了。我也是被逼无奈，快给我解药。夏怀民。罪，我已经赔了。你真的要把这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吗？张大人，是你先把事做绝的。夏怀敏，赶快把解药给我交出来！不给解药，小爷一刀剁了你！好啊，你剁！你怎么不剁了？啊？把刀收起来。夏怀民啊，你真是太笨了。你怀疑酒里有毒，可你还是喝了。这样的箭，我用了几十支，泡在这个酒里，它的毒性远远要超过我的几十倍。很快，你就会发作的。夏怀民，今天你不把解药交出来，你休想走出这个门半步！好啊，你就看着我跟你爹一起死！
能和枢密使大人一起死，我也赚了。刚才你喝了一大碗，要死，也是你死在我前头。王守忠如果没有去查看宫门，他当时和郭淮在一起，他们应该同时到达明月小筑。王守忠肯定先去了一个地方，然后才赶去失火现场。他会去哪儿呢？尹大人，如果是你悄悄放人进宫，那时候你首先会怎么办？让进宫的人先出去。如果你赶到了约定的出宫地点，发现你要放出宫的人没有出现，你又会怎么办？马上找到他们，有机会就帮助他们出宫，没机会就杀了他们灭口。王守忠也会这么做。他到了明月小筑后，梧桐小筑接着失火，大家赶往梧桐小筑。王守忠说他赶回主宫门，但是当时在场的人只有他的去向没人能证明。两个神秘人正是在那时候失踪的。着火了！梧桐小筑着火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救火！王守忠趁乱放走了他们。夏怀民啊，你我都是将死之人，你告诉我，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，就是点破了你和太妃娘娘。太后和太妃娘娘都是女人，同在后宫，她们多可怜，她们多孤单，她们多寂寞呀！可惜呀，你我将来再也不能呵护她们了。张大人，我最后一次相信你。较量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，不管输赢，绝不允许你碰太妃娘娘。这话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。夏统领，你想知道是谁出卖了你吗？很想知道。王守忠，是他告诉我，这种毒箭只有你们禁军所有，解药就在你的身上。他早想除掉你，取而代之。张大人，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吗？太后说了，只要我杀了你，我就能救自己。来，慢点。傅老爷上车，来，快，老爷，慢点。
郭淮分明就是王守忠找人杀的。保长，你马上进宫找到太后，让太后把王守忠抓起来，严刑拷打。王守忠招了，老夫的冤情也就洗清了。为什么？学生觉得，王守忠只是火案的冰山一角，还有更多的东西埋在水下，现在抓他还不是时候。那老夫怎么办？尹大人，要委屈您在牢房多待一些日子。王副统领，有话要跟我讲吗？没有。张德林和夏怀敏一起吃酒，是。你确认他们是在吃酒？确定，他们两个都吃醉了酒，被人搀扶着离开酒楼。相爷，我有些看不懂了。学生本以为应该是一场厮杀，可他们却在一起吃上了酒。老夫也搞不清楚了。爹，快把酒喝了。给。蓉儿，爹真是老了，这次多亏你了。我要宰了那个夏怀敏。要杀爹的不是他，那是谁？主人，包拯来了，要见你。我爹病了，谁也不见。哎，等等，叫他在正厅等我。哎，蓉儿，啊，扶爹去正厅，不要让他知道爹受伤的事情。哦。包拯，宫里查完了吗？该查我了是吧？只是想问张大人一些事情。你是想问我，那晚为什么会在宫里？张大人，火案那晚您见到那两个神秘人了吗？见到了。可发现异常？没有。张大人当时责备过夏怀敏玩忽职守，放外面人进宫。是夏怀敏告诉你的。是。我是想杀了他。您为什么会断定那两个神秘人是从外面潜进宫里的？我没有断定，我只是想嫁祸于夏怀敏，报我们俩之间的恩怨。张大人，您没有借机嫁祸。什么意思？那二人确实不是宫里人。你怎么知道？皇上跟张美人在屋里烟熏火燎的醉酒，但面目清晰可辨。那二人脸比包拯还黑，太过夸张。他们是有意涂抹，怕被人认了出来。如果他们真是宫里人，那救皇上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还立下大功，没有人会怀疑他们。他们掩盖面目，反倒成了画蛇添足。张大人，神秘人一定是里应外合进出皇宫，夏怀敏玩忽职守。您没有冤枉他。包拯，幸亏有那两人，皇上和我的女儿才得救了。你现在当务之急不该去查那两个神秘人，而是应该查谁放的火烧的皇上。什么人放火，那两个神秘人知道，所以他们才冒死进宫。
妹妹，你不能再唱了。太医说了，你的嗓子需要好好养着。你不要再唱了，不管你怎么唱，你永远都当不上皇。姐姐，你才刚进宫，年纪还这么小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能平安的活到今天，也真的是庆幸。在你之前，我以为我才是这个世上最不幸的女孩子。你的爷爷是宰相，可那又能怎么样？水火无情，才不管你是宰相还是枢密使，把你害成这样的，就是你爷爷。他根本就不该送你进宫，到现在，他都不来看你一眼，真是太心狠了。姐姐，他都那么可怜了，你不该和他说这些的。我就是看他可怜，才不让他唱了。他那么傻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。到现在，还痴心的做着皇后梦。没有梦，他靠什么活下去啊？周儿，梦能做一辈子吗？总有一天，他会知道他自己现在什么模样，到时候，他该怎么办？那也要让他的梦长一些。这放火之人的心肠，真是歹毒。太后，张大人来了。你们先下去吧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哥哥的伤怎么样了？看来哥哥伤得不重，那妹妹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。哥哥查清楚没有？究竟是什么人要杀你？怎么了，哥哥？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放我的儿子出宫吧。哀家已经说过了，只要火案查清楚，哀家一定放他出宫。那如果火案查不出真相，我的儿子就永远出不了宫吗？你怎么知道查不清楚？那就叫那个周儿赶紧出宫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你想捏死哀家？是有人想杀了我。借刀杀我可以，借皇上喜欢的女人伤我儿子不可以，明白？案件现在如何了？包拯查的怎么样了？臣还没有得到新的消息。周儿什么时候能出宫？太后身边的人说，我爹昨夜见了太后，他也许就是为了周儿姑娘出宫的事，但结果如何，臣也不知道。臣也着急。你着急？朕没看出一点来。臣急在心里，不在脸上。你是说朕沉不住气？皇上，您能从太后、王延龄还有我爹的脸上
看出他们在想什么吗？朕怎么能和他们比？皇上当然不能和他们比，皇上必须在他们之上。皇上，周儿姑娘来了，快让她进来。是。刚和蓉儿聊到你，你就来了。哦，我说我怎么耳根发热？说我什么坏话呢？在聊让你出宫的事。叶儿要撵周儿出宫了，为什么？宫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待在这儿。叶儿，我是来找张公子的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周儿姑娘有什么话要说，请讲。咱们出去说。周儿姑娘，请讲。我不想出宫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就是想留在宫里。我已经告诉我爹，让他想办法送你出宫了。那就再去告诉你爹，不劳他大驾了。周儿姑娘，那天晚上是你求着我，让我想办法帮你出宫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那天是那天，今天我改主意了，我要留在宫里。周儿姑娘，你把皇宫当成什么了？当成戏班子了吗？说走就走，说留就留。我不管，反正你想办法。你先告诉我为什么？我要留下来帮义儿。你帮皇上？你怎么帮皇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帮不了皇上，只能添乱。你怕我留在宫里？怕。你怕什么？怕你成为太后要挟皇上的一颗棋子，反而帮了倒忙。你真心在帮皇上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回答我。无可奉告。你们有什么话要背着朕说？皇上，周儿姑娘她说……我再告诉她，要我嫁给他是痴心妄想。王大人，请。夏怀民，知道本相为何而来吗？王大人肯定不是专程来看我的。直爽，那本相就不绕弯子了。张德林昨天中了埋伏，差点死掉，是你们弓箭队干的。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他要置你于死地。在下迫不得已，先下手为强。杀他，本相知道为什么，可本相搞不懂的是，你为什么杀他，又和他一起吃酒？王大人怎么知道的？自有办法。张德林知道我要杀他，所以请我吃酒讲和，希望和我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他怎么知道？在下不知道。与你讲和，这不是张德林的做派。为什么？他迫不得已。怎么个迫不得已？他中了我的毒箭。你给了他解药？是。你还真相信张德林会与你一笔勾销，不跟你秋后算账吗？不相信。那你为何杀他又救他？迫不得已。你跟本相痛快地说。我喝了他的毒酒。哼，你们真是精彩。本相真不知道你们这些拿刀的什么时候开始动脑子了。本相自愧不如啊。夏怀民，淫乱后宫，当以何罪处置？
这么些年了，本相从一开始就知道，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给你们留了活路。王大人，您也要要挟在下。如果你们的是东窗事发，本相是可以做到的。王大人能做到什么？成全你们在一起，保你们平安。王大人让在下做什么？帮我报孙女的仇，无论仇人是谁。我可以做到。王副统领，请进来吧。有什么要跟我讲的吗？包大人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你不能留在这里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禁军的规矩。我这就出府。保整。怎么样？案件查的有眉目了吗？无可奉告。王副统领，请见谅，这也是我的规矩。本将还是第一次见人这样查案的。整日对着个地图，那地图上能看出凶手来吗？王副统领，你们禁军的人有嫌疑。禁军有什么嫌疑？私放2个神秘人进出皇宫。能确定是什么人吗？既然禁军有嫌疑，按理来说你应该保密才对，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我一直想不明白，私放人入宫是为了救皇上，他们立了大功，为何隐而不露？王副统领，你能想明白吗？包拯，你决定聪明都想不明白，我一介武夫更想不明白了。王副统领，我走了。不送。包拯，本将隐瞒了一件事情。王副统领，请讲。夏统领那天晚上没有出宫，他就在宫里。就这个事情？是。王副统领，这我早已经知道了。王副统领，告辞了。包大人走好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包大人，我们从衙门里被赶出来了，没地方可去，只能在您家寄宿了。包大人，您屋里请。哎，你们俩不能进去。张龙、赵虎，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回到京城，不来看我，只能我来看你了。耳朵伸那么长干什么？你见到我，高兴吗？高兴。是不是每次见到我，都会给你带来惊喜？惊啊？喜。包拯大人，就打算一直这么站一晚上吗？这些年，虽然远隔千里，但是你的一切，我都了如指掌。你这次回到京城，我一直特别期待你来找我。你为什么不说话啊？尹大人现在深陷在他的大牢里。我知道，是我害的他。你害了他？对，是我去求他，让他帮你调查火案，他才会请那个公公吃酒的。所以你知道今天晚上我为什么来找你了吧？我会尽快查清凶手，还尹大人一个清白。嫂嫂、端午还有勉儿，他们都好吗？都好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也不问问我过得如何？你过得好吗？真的想知道？那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去了你就都知道了。但是不要惊动他们，走后窗。到了。就是这里。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进去你就知道了。走。知道这里现在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里啊，是我家。你的家？别太吃惊了啊！现在的听雨楼可不是昔日的听雨楼，虽然说也还是歌妓馆，但是啊，姑娘们只卖艺不卖身。这里现在已经是才子佳人吟诗作赋、以文会友的地方了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是这里的掌柜的。包拯，我的事情啊，以后慢慢再跟你说。今天我找你来，是因为有个人他要见你。什么人要见我？你等等。夫人，请出来吧。夫人。包拯，你没有想到我会在这里吧？你们早就认识。包拯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去端县投奔你是雨柔姑娘的主意。
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说起我跟夫人的相识，跟你还有关系的。那年我跟你去泸州，没能嫁给你，我不辞而别之后就回了开封。回开封的路上，我就恰巧遇到了落难的夫人，而且是我说服夫人，让她去投奔你的。一来呢，她远离开封能够更安全；二来，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你能帮得上夫人了。包拯，那晚在客栈，也是雨柔姑娘叫人悄悄把我接走的。她知道你回京的路上一定杀机重重，不想让我成为你的负担。你怎么知道有人要阻止我？是我爹想到的。不过夫人的安危倒是让你担心了吧？我没有担心，只是迷惑。夫人失踪后，我去房间查看，房间里面整整齐齐，夫人的行李被一个不剩的全部带走，分明不是有人劫持。只是我没有想到是你做的。包拯，你见到皇上了吗？听说皇上的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受到惊吓。那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母子相认呢？夫人，现在见皇上时机还不够成熟，况且您的身份还没有确定。走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快去看小姐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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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小姐，包大人，人呢？少爷，我问你，包拯人呢？我明明见他进了屋啊！再说了，他要是不在屋里，那些个侍卫他们守着空房子干嘛呀？少爷，您说这包拯他是人是鬼啊？小爷我管他是什么？你们把包大人弄到哪儿去了？我还想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呢。他们？你刚才喊的小姐，她是何人？小姐就是小姐，不是何人。行了，别吵了。幸亏包大人消失了，才躲过这一劫。我知道包大人在哪里，他现在很安全，你们放心吧。快带我们去找包大人。休想！杀手也在找包大人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你们怎么了？哦，包大人，刚才有杀手闯进来，幸亏您不在。
究时空还是慢，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，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